大家好，我是张大哥。现在我们要进行的科目是这部非常漂亮的 W126的560 SEC 双门红色跑车。这部车是从台北来的，一位董娘的车。听说是董娘当时的起家车哦，代表是说，当时在30多年前因为台湾经济起飞，那董娘他们也因为因缘际会，然后生财有道，然后企业成功这是他起家的车，当时才买了这部560。5600cc V8 的这个车子，那这个车子如果以当时的市价来说，应该在400-500万。台北市当时，如果35坪的房子，应该可以买个3-4户没有问题。那如果以对比到当前的车种，应该就是600SC应该是600SC。那顶规的话，应该1200万以上起跳那这部车里程数只有6万多，缸压测试非常漂亮，几乎8缸都在11左右，跟新车的状况是完全一样的。因为这部车里程数少，所以而且又照顾得非常好从里面到外面每一个部件都跟新的状况几乎是一样的，也就是说它放车的环境非常好。那这部车子首先我们看到它这个分油盘大哥整修过之后，内外都整修，我看起来干干净净，非常漂亮，跟外面就形成很大的对比。这个分油盘它的状况就是，因为大油道堵塞，如果在大哥记得上面应该是1分钟全油门在190ml，那它只出在大概都在100ml、110ml左右，等于说190ml少了80ml，已经少了1/3超过那这个现象是因为，它里程数少6万多，那为什么会堵塞这么严重？大油道堵塞。那就是因为它少开，那经过30多年下来，我们大家都认为说，车子没开，车没开，没坏，没错，缸体没有开是不会坏，因为它内部是浸在机油里面，那我们只要把机油换掉，那它里面也不会生锈。但是因为它不常常开，不常常发动，造成油路堵塞了，油箱把我们的供油系统堵塞了。不管电喷或机喷，其实那个时候的根本也没有电喷机喷当然是最顶尖的车种，像这么顶尖的车种，它还是用第2代的 Bosch 的 KJ Injection 这个系统。那因为我们可以想象30年的楼上水塔，那肯定是相当脏的。那我们一般来讲10年就会请楼上请水电把楼上的水塔洗一遍，因为避免会有臭水味发生，而且要常常用。如果不常用的话，那就更糟糕，可能不止10年。那10年了，如果管路都没有用，那可能堵塞更严重，臭水味更严重。油箱就是这个情况，因为它没有汽油，没有运转，结果呢，把管路都堵塞了，造成它的堵塞会这么严重。那这个现象呢，会造成。因为供油不足，车子肯定没力，肯定没力，我们就要踩多，踩多车子又跑不快，但是呢，又副作用就产生引擎高温，因为稀薄燃烧。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如果继续使用，那很可能温度就很容易爬得很高，这是因为稀薄燃烧所造成的。那这问题我们大哥已经把它克服了。那再来呢，我们它8支喷油嘴也堵塞，全部都换新了。那因为它这个系统是属于高压如果以 KJ 系统，它有两种供油的压力，像560或是300W124的300，
24V 那颗 M104引擎的机喷，它都属于高压气种，也就是说它的系统压力都是在6.6公斤。那如果一般12V 的是 M103引擎的话，就是5.6 kg。那它这个高压系统所搭配的就是细压的喷油嘴，然后呢，油压调整器也改成也必须要搭配，它是高压6.6伏。那喷油嘴大哥换掉了，全部都要换新。那再来，它的火星塞它用错型号了，因为 W7DC 是标准型号，没有电阻的火星塞。那它因为这个买不到没有电阻的火星塞了，因为现在的都是没有高压线系统。那高压线本身就有电阻，所以我们火星塞不能够再加电阻。那现在的车种因为都没有高压线，所以电阻必须加在火星塞上面避免高频的干扰收音干扰。那因为他买不到了，没有需求，所以买不到这个 W7DC， 所以因为他用的是 WR7DC， 这个 R 就代表 resistor 电阻大哥已经把它更正回来了，火星塞也全部都换新了。那它的点火这个分电盘状况是很好的，火花强度也够。那因为里程数少，那因为分电盘是消耗品，分电盘状况还是 OK 的，但是大哥还是经过研磨机把它接点全部都整修过一遍。我们希望它的接点是能够恢复到最佳状态。那再来就是它的，这部车子，我们看到这上面有3个东西第一个，这个是查压阀它查压阀漏油了。那查压阀主要的功能就是提供我们的系统压力它可以校正，成功车辆可以校正。那因为它漏油了，无解，要必须换掉。这个相当贵，这个外面是可以买得到，应该在13000以上全新品。但是买到以后还是要跟分油盘做压力的校正那所以这个大哥换掉了这个相当贵。流量感知器，是在这个地方这是流量感知器，它是磨损件流量感知器我们看到这个地方怠速点在这个地方这地方白白的已经进到铜底了，因为碳膜已经被磨掉了，大哥必须换掉。这个还算便宜。那这个就贵了，这个比查压阀更贵，因为我们看到。我刚刚大哥讲说，它有2个压力系，2个压力标准因为它是用细压的，它高压是产生系统压力在6.6 kg/cm 平方，所以它压力是由油压调整器产生5.6或是6.6。那013我们看到后面是3码是013的，它这个压力调整器产生的压力是6.6 kg。那12V 的话是001的话，它产生的压力是5.6 kg/cm 平方因为560或是W124的 M104机喷的24V 都是属于高压系统，所以它搭配都是013。但是因为市面上很不容易买到这个013的，几乎断货了。如果买得到的话，可能会开价到15000以上001的话就比较好找，001的话也要13000以上。那这个东西还有大哥有备品，大哥没有备品。后来我大哥调货调货后来找到了，这个相当贵，这个013现在1颗要8-9千块钱以上，所以光这个消耗材，理论上这2个东西应该跟里程数是没关系的，它是跟使用年份有关系。为什么呢？因为它是里面有一个活塞，油压调整器里面是一个铁氟龙的外围，那包着这个金属活塞在上面做运动，产生压力改变调整压力。那它这个是因为硬化了所以漏油很严重。我们看到这漏油相当严重，这应该就是硬化，里面铁氟龙硬化了。那这个呢，也是因为硬化，塑胶外面的奶弄包不住里面的铜的基芯造成这个漏油。这跟使用跟里程数是没关系的。那这个跟里程数是有关系。这个流量感知器
是有关系。但是流量感知器，我们有一点我们必须要了解，我们一般电喷的流量感知器会改变供油量哦，也就是说，进气在进气管那个地方哦，流量感知器会改变供油量。但是机喷的流量感知器做什么用？它跟供油量一点关系都没有，它是在控制怠速马达，也就是监测怠速马达的开启度跟那，因为我们要提怠速马达是负责提速啊，开冷气提速，让转速稳定在700到800之间。那因为它会提速，就会产生加速作用。一加速的话，如果说我们没有系统来监控它，那就会产生爆冲的现象。所以机喷的流量感知器是在负责监视怠速马达的工作状态，避免爆冲。它跟供油量一点关系都没有啊。电喷的流量感知器是会影响到供油量的。这部车来的时候它油管漏油，这是硬化啊、脆化啊，这是难免的事情。经过30多年，那个高压油管那地方哦，因为汽油泵部打出来的压力有9公斤，9公斤什么概念呢？就是差不多的6个轮胎压力的压力。那因为那么高的压力，油管硬化脆裂了，所以产生漏油。那油管大哥换掉了，汽油泵部状况还好。汽油泵部跟使用的里程数是有关系的，汽油泵部 OK， 但是它的蓄压器呢，漏油的相当严重。这个也跟蓄压器的结构跟油压调整器的结构有点类似，里面是个活塞。好，那蓄压器主要功能是在稳定我们的汽油泵部打出来的压力，因为汽油泵部打出来是一个高频的水车，那它是一个高频的脉冲，我们希望供油的压力是稳定的，静如止水，那压力高，但是呢，所以蓄压器它本身像一个避震器一样，在吸收高频的脉冲，使得压力产生像静如止水这个标准，希望最高的标准达到这样子，但它也是年限的关系，跟使用量跟里程数有没有关系？它也漏油了，必须要换掉。那因为它这是属于高压系统，6.6 kg/cm 平方的压力系统啊，12V 是5.6，是属于标准的压力啊。6.6因为013的油压调节器产生高的压力，那配合高压的喷油嘴细压的，那今天它的蓄压器呢，它的规格呢跟12V 又不一样，所以它蓄压器相当贵。所以基本上来讲，因为车种少，车口数少，车种稀有，所以说所有东西都很贵，而且贵还没关系，根本就买不到，根本就买不到，因为料商他不会去准备这些东西来给这个市场，他为了迎合市场需求，他不会去备没有销量不好的东西，所以这个。12V 的或这个高压系统这个6.6 kg/cm 平方的高压系统的东西，有东西就应该要备料了，否则现在好像张大哥找这个油压调整器，我已经被用光了它的2手件都被用光了，那好不容易调货调到了，那像这种情况，如果有高压的系统的机喷零件，都必须要有备份啊。举个例子来讲，我们这个细压的喷油嘴，它是高压用的，起喷压力是4公斤以上。那这个跟我们 M103 12V 的标准压力的5.6压力系统的粗压喷油嘴又不一样。那其实结构都一样，只是牙不一样。但是呢，成本照理说制造成本也一样，但是价钱差了2倍多，一个快3000，一个1000多。那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必须要去承认说，因为市场需求的关系，因为物以稀为贵这个真的是没办法的事情。所以大哥每次碰到这种高压系统细压喷油嘴，那油压调整器是6.6伏的，6.6 kg/cm 平方的，我就很担心它坏了我没有东西可以换。那
需要去大哥换掉了。那这部车子，因为它的那个钢压钢压非常漂亮，几乎没有磨损，几乎没有积碳，但是因为跟里程数是有关系的，所以说，等一下我们发现它发动起来以后，它的怠速相当稳定。但是这部车，有个缺点，而且必须要去处理的，就是它引擎角很糟糕了。因为它的引擎角跟 W126 的300 SEL 引擎角规格是一样，尺寸一样，但是其实它们承受压力，因为一个是 V8，一个是直6，重量根本不一样，所以它的引擎角已经坏掉了啊！我认为是应该就是右边这一颗坏掉了。那震多等一下引擎发动起来，怠速非常稳定，但是车身震得很厉害，尤其是方向盘是最末端会被放大到会马手、屁股、椅子都会震动，这是因为引擎角已经坏掉了，这个一定要换啊，否则的话，这影响到我们行车的品质。我们希望说，这个分油盘整修好以后，能够再用20年，因为整修好以后，车子很好开，很放心的开，喜欢开，因为喜欢它，所以说我们会常常开。那记得，如果说没有时间开的时候，1个礼拜一定要发动10分钟，这点非常非常重要。对30年以上的车子，你要照顾这部车子，唯一的方法就是，让它有水电就会运转。1个礼拜一定要发动10分钟，最好能够跑出去绕一绕最好。如果不能绕，一定要原地发动10分钟，让有水电，能够运转。就好像说，我们家里这房子别墅没有人住，但是动不动我们有空就上去把窗户打开，让空气流通，不会发霉，不会生锈，不会发霉啊。然后呢，水龙头一定要打开，让它水能够运转，这道理是完全一样的。因为人90岁报废，车子30年报废，奥迪、Volvo、BMW 都看不到了。那这个车子以30多年来讲，对人来讲应该是120多岁了。照顾老人家最好的方法，身体健康，常常多运动，多走路，血液循环，就是这个道理，就跟老车是一样的。老车是放坏的，不是开坏的。6万多公里，竟然会换掉这么多的零件，其实，跟多运转应该也有点关系。因为你今天多运转的话，那它所有的活动件它都有在做润滑。那如果没有动，它是卡死的，就好像人躺在床上生病了，褥疮，没多久就走掉了。那这一点非常重要，引擎角一定要换掉。那因为一般来讲，大哥都会把这个引擎室做一个清洗啊，那做一个希望说引擎盖打开啊，包含我们看到这个海绵隔热棉，我都会把它换新。但是因为这个车主他的朋友，他只对车子他做汽车保养的，所以说这工作就留给他处理，所以大哥只处理这个分油盘这个部分，其他的我都没有做清洗，没有做那个，因为这工作就留给这个车主这个朋友来处理。那我们到车内来看一下它的整个启动状况。OK， 好，我们到车子里面来。车子非常漂亮，这个是后面车，整个内外的照顾的跟新的几乎没两样。这是 A Class 的。OK， 好，来大哥里程数我们看60997里程数这是美规的，所以说我一开门这个风鸣器就响了。大哥来启动电源。现在是冷车。在40度的水温，这冷车。来大哥来做冷车发动。这一点就着了。好，大哥，打开冷气，转速几乎没有变关掉冷气，送风，转速几乎都没有变。好，打开冷气。OK， 好，大哥打开冷气做个提速。
引擎非常顺畅，而且这个因为是车龄少，变速箱状况非常好哦。以大哥的我刚刚没有提到大哥试车的心得。大哥试车的心得，变速箱很优，因为它里程数少啊，6万多，里程数少，变速箱很优。但是避震器糟糕，避震器坏了。因为后面它是那个有那个车高调整，所以它的减震筒它是有弹簧的，但它减震筒已经没有作用了，所以它后面弹跳的非常厉害。这个如果要求行车品质的话，后面减震筒一定要处理，但是这很难，因为它这是等为车高调整自动调整的，这个是一个大学问要把后面的减震筒弄好，就是要花很多的心思。那前面避震器也不好了，前面避震器应该换新，前面是传统避震器比较好克服。那大概现在坐在这位置，我们可能你们没办法感受到，方向盘抖动厉害，连大哥坐的屁股椅子上面，屁股坐的椅子上面也都在震动，这是因为引擎脚坏了，尤其是在我们的慢速起步高速起步还不会感觉，慢速起步的时候，你会感觉引擎会左右摇晃一个2-3下，相当优秀了，很顺畅。好，我们再来做一个现在温度已经到60了大概关掉电门，好，重新启动，温度60度，这一点就着了。OK， 好，我们到外面来。这个 V8 最大的优点是扭力大，马力不大，马力只有320多匹，如果以标示的马力。然后我们来看看它这个这上面有3个表最右边4点多伏，这个是大斯马达的电压表示大斯马达在正常的工作。中间是流量感知器换新之后的校正电压0.73伏。那最左边呢，这个是差压阀的调整电压差压阀的修正电压，也就是说，因为它有 O2 所以它修正电压转速目前是700多一点那我们来看它的油箱状况油箱状况目前我看小数点2.14再加修正量2，这22.3，也就是说，汽油从这边进来，从这边流回去的话，1分钟流回油箱是2.3公升，就刚好大概是1瓶保特瓶的这个量那代表什么意思？油箱状况非常好，没有堵塞，因为它放车环境很好，所以油箱没有生锈，没有堵塞。那汽油泵补压力也够，所以这才会有这么优秀的回流量2.2加2公升2.4，所以这个车子从大哥出去，我的标准，这部车能够再开20年，但是条件钢体当然不会坏了，钢体你跑个50万都不会坏，你说你在20年也跑不到50万。也是供油系统，油路、水路、电路一定要运转，让它有温度，然后有在流动。所以说20年以内这部车应该是身体非常健康的，因为我们喜欢它身体健康，我们喜欢带它出门，这是好的一个双赢的一个局面。我们来看看它这个V8 的这个 V8 的嘶吼。这个 V8 的这个嘶吼的这种低沉的声音，这听起来很过瘾。那无论如何，我们再来总结，这部车怠速是相当稳定。我来看看能不能找一个东西来看看它的稳定性。这个就没办法放了，这又是不平啊，这又不平。
好，我们来放这里好了，放这里。动都不动了哈，但是引擎角坏掉了，要换了。震得这么厉害，不要浪费这部车的这么优秀的品质，震得很厉害，我不知道有没有感觉，震得很厉害，因为这个边会放大。啊，我们就预祝这个车主很高高兴兴的，让他重回他以前爱车的那种感觉。今天大概的报告到此结束，拜拜。